住院费我们交不起，就只能把他带回家里了。是死是活，听天由命吧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醒过了吗？没有。出院的时候，医生说，他的昏迷的时间越久，苏醒的几率就越低。要不，咱们出去外面坐着说吧。嗯，请。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换了办案的警察了？我不记得我之前见过你们几位。其实我们现在在调查另外一个案件，只不过是因为一些线索牵连了过来，所以才过来的。他弄成这样，拖着不能认罪，也给你们添麻烦了。现在呢，周恒只是嫌疑人，董晓的案件还没有破，所有的证据链呢还不足以让他认罪。前阵子还有一个男人来过，倒是说了和你们类似的话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有没有说他是怎么来的？他说他是小恒的朋友，但我觉得他是在说谎。因为我儿子这性格啊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。可我看他好像并无恶意，还要走了我儿子一样东西，说是将来想留个纪念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小恒出事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东西。他看了他的手机以后，挑了那个。哎，这个怎么会在你们这里？这是拿走他的人去世之后留在现场的遗物。那个男人他死了？怎么会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是个意外。不过，我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周恒的信息。据说案发当晚，周恒带了刀。那孩子早就病了。病？什么病？在事情发生之前，他就得了抑郁症，白天晚上的不睡觉，动不动就跟我说有人要害他。那这件事情您之前有跟警方说过吗？那时我没有带他去看病，所以没有医生的确诊书，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那具体情况，您能跟我们再讲一下吗？要说我最早发现这件事情，还是在他拿到纽约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开始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想杀我？不可能！出去！怎么了？滚！滚！给我滚！想杀我？不可能！小恒，谁要杀你呀？谁呀？你别出来！给我滚！滚！滚！听起来，确实有幻听幻象的现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我们欠了助学贷款，所以没法办理毕业后出国留学的手续。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，自尊心又那么强，根本不愿意请学校的老师帮忙沟通，就这么瞒着憋着，生生把自己憋出了病来。那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？是那一天他来了，是他告诉我的。董巧。他是故意趁小恒不在家来的。阿姨，这是我的零花钱，还有把一些东西在二手店寄卖换来的。我知道还不够，后面我会再想办法。孩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拿着吧，阿姨。不行不行，拿着吧。阿姨，这件事儿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周恒，他如果知道，肯定不会原谅我的。
而且他肯定也不想再见到我。最早我知道他交了个有钱人家的女朋友，是反对来着。门当户对是个千百年来的老理，不是说时代变了，道理就变了。两个注定不同的人在一起，彼此都会有压力。我是他的妈妈，我当然不希望他承受这种压力。哎呀，扯远了。事已至此，只能说明这个悲剧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。所以您判断是周恒杀了董晓，对吗？那天下午他发现了家里的钱，那反应把我都吓得够呛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的刺激到底有多大。他给董晓打了个电话就冲出去了。后来我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他在浴室用绳子。没事儿，都会过去的。不可能了，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。每天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甚至后悔当时救了他，哪怕他是罪有应得，也不该每天受这样的折磨。现在一切还没有水落石出，这么认为对他也是不公平的。不可能！你们还是别再和我说这些让人想入非非的事情了。我已经没有任何精力再去面对一次失望了。我们是绝对不会跟您说一些没有证据或者没有线索的猜想的。但是现在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你的帮助。作为最了解周恒的人，您的证词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我能不能再问一下，周恒那天是几点出去的？应该是9点，不到9点他就出去了。那他回来的时间呢？您能不能根据什么线索推断一下？我不知道我是几点睡着的，那天我太累了，我只记得我模模糊糊地听到门响。所以您就知道他回来了？对，我知道，可当时屋里没有开灯，我知道他回来就放心了，就回我自己房间睡觉了。所以他没有不在场的证据，之前警察来调查的时候也已经和我反复确认过了。你确定谢小池当时看到了周恒和董晓在夜店门口纠缠吗？我当然不确定。他说的如果是真的的话，那韩松的行为怎么解释？可是他如果没有看见，为什么要指认周恒呢？这可能性就有很多了。可能性有2个：第一，他知道周恒之前就预谋杀人；第二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是受人安排的。谁会安排呢？为什么？这得先确定了之前的那些可能性才行。首先，我们要验证的是他是否在那时那刻真的看到了周恒。这怎么验证？是他主动说自己是目击证人，他肯定会把做笔录时候说的话一五一十再跟我们说一遍。就是要听他再说一遍啊！今天我见到了周恒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是却告诉了我一件事情。你不会和植物人有什么感应？不是感应，而是差异。今天我们见到的周恒和照片上其实已经相差很大了。那当然，他都住院那么久了，人肯定会憔悴一些。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样貌变化、胡茬、胖瘦等状态都会有变化。可是谢耀池对这些都没有描述，就说明他是通过照片来指认的。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是说他的指认过于干脆了？明明2个人是陌生人。他只说了时间、地点以及自己所处的位置，对周恒的样貌没有多一句的描述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尽可能让他多说，就有可能能主破绽。可是我觉得让他多说很难，他现在已经对我们心存戒备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让他向我们证明他当时确实在场。怎么了？没想到
你还会用激将法？哎呀，我在附近找了一圈，你这最近的摄像头就在拐角的那个便利店，但是时间过去1年了，你想找到当年的素材，可能性非常小。算了，就算能找到，也只不过是一辆出租车而已。他妈妈说的没错，路上载客的出租车太多了，并证明不了什么。哎，对了，董潇家那边联系上了吗？电话跟不到，只能上门看看。你好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这家的主人在吗？我们是来调查董晓被害一案，麻烦您开下门。人都死了1年了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调查？这个我们得和董晓的家属谈，麻烦您开下门吧。他爸爸妈妈都不在，开不了。哎，您就是董万先生吗？一边喂着鱼，一边看着股市，估计不是什么闲散人。看着像个警察的样子，进来说话吧。案子有什么进展吗？确切的说，我们刚刚进入这个案子。我们只是想多了解一下关于董潇的一些事情。我已经跟你们的同志都讲过了，我这里暂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告诉你。当年你们作为被害者的家属提供的只不过是案发当晚的情况，我们现在要了解的并不是这些。您知道案发前董潇筹钱的事儿吗？筹钱？他这一生衣食无忧，他要钱干什么？据我们了解，董晓似乎想替周红还上他的助学贷款。这个傻丫头。所以说，您丝毫不知道这件事。当初我们是不同意他和这个穷小子来往，可是我们越反对，越觉得他有什么东西在瞒着我们。他手里都是副卡，如果他要提钱的话，我这里会有显示。况且我给他那个卡已经设了上限，他取不出来多少钱的。难怪周红的母亲说他是变卖了东西凑的。那个穷小子欠了多少钱？据我们了解，加上利息有6万左右。你们确定他没有向别人借钱吗？借钱？我看这样，你们还是到他那个房间去一下。他那个房间还在保留着以前的样子。他呢，也不是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奢侈。我呢，也不是只是养了一个只会吃穿的孙女。如果他筹钱是真的，他只是变卖了一些自己的东西，他肯定凑不了这个数。您这倒是提醒了我。看起来我还真要见一下这个人，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，居然让女人来替他还钱。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，真是死不足惜。其实周红还真不知道董潇要给他还债这事儿，相反，他知道了呀，还是很生气的。你们是在我面前替杀害我宝贝孙女的人说话吗？啊？这也太奇怪了，董晓借钱干什么呀？他家管得严，他出来玩我都不让他付钱的。我记得董晓他平常连个名牌包都没有，他呀就是太不注重这些了，整天跟那些寒酸的人混在一起，所谓近墨者黑嘛。所以董晓筹钱的事你是不知道是吗？这董晓到底借钱干什么呀？这和他出事有什么关系啊？现在这案件还在调查之中，
还在调查，都调查1年了。这周恒往床上一躺，就没办法制裁他了，是吗？你冷静点儿，这周恒只是嫌疑，还没有到制裁的阶段。我也不希望你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。你这么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那天她那个穷男朋友来找她，她不肯走，竟然还哭了。哦，对，吴天笑还动手打了人家。我觉得老吴一定暗恋他。他活该被揍，当然真应该把他揍趴下。本来就是啊，我真后悔。当时他刀掉在地上，我就应该怀疑到他不怀好意。董晓就不会死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问了他，我说那天你怎么不肯走啊？他说他约了人。那后面还有别人去过你们包厢吗？就是没有啊，所以当年我做笔录的时候，我也完全没有想起来这件事儿。所以董晓不完全是因为和周恒吵架，而是因为等了人，所以才故意不走的。你能不能再仔细的回想一下董晓在离开你们后的情景？什么细微的事情都行，越详细越好。那时候我都喝大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他在走之前出去过一趟。哎，永香，你干嘛去啊？去补妆？我出去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啊！来，过来这儿来。哎，我不跟你去了，我去拍照。不过他很快就回来了。回来他拿了一个手包，就又出去了。所以他是先出去，然后再回来拿东西的。我觉得有可能是他等的人到了，也有可能是不是那个穷小子一直等在外面。董晓除了你们以外，还有没有到场的朋友？没有啊，他平常就跟我们几个最好了。他自从交了那个穷男朋友之后呢，不过离我们就越来越远了。我约他出来也越来越难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说你跟我去逛街吧，他说整天吃吃喝喝的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在外面等的人，可能不是周恒，而是董晓想借钱的人。谢耀池不是说，他最后一次看见，是跟周恒在一起吗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要重新调查的地方。走吧。以上这些就是我们通过重新讯问涉案人员得出来的新线索。我们有理由怀疑，当日约董潇出来的这个人与他的死亡存在着关联。非常好。原本是韩松的案子，带出了韩德生自杀之谜，没想到在董晓的案子上居然有突破。老张，你手下这些兵近来这行动力不错呀，啊？他们找到了搭档的感觉啊，现在办起案子来都是头头是道。既然董晓一案对我们整个案件的突破有帮助，那么这样，老张，你亲自督查，把董晓和韩德生两案并查，有什么困难及时上报，我来协调。这次我们一定要有个结论。谢耀池就在这儿看到董晓和周恒发生纠纷的。不走！赶紧走，这地方不是你来的啊！我不走，我就在这儿。赶紧跟我走！能不能别管我了？我不走！走了，走，走，走。这儿也刚刚好有个公共摄像头，但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应该完全拍不到夜灯。这里会有出租车排队吗？
晚上应该有吧？如果出租车在这排队的话，行车录像应该可以拍到一点。行车录像，这得找多少辆车？这可是现在我们唯一能拿到的证据。这个案子不就是因为证据不足，所以一直下不了结论吗？这是1年前的事情。对了，行车录像上传网盘是多久的事？上传网盘会保存1年吗？如果没有人刻意清理的话，完全有这个可能。这样，我现在就给张队打个电话，让他申请一下永市所有的出租车公司都配合调查，希望能有答案。我们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出租车公司，能联系上的都没有线索，只能去明天剩下的几家碰碰运气。希望能有成效吧。今天也辛苦了，我就早点休息。没事。其实吧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动，看你是不是发烧了。好像没什么事儿，肯定是太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记得喝点奶，太瘦了。古萱姐，你回来啦？哦。呀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脸红吗？没发烧啊。你们今天都怎么了？这么早刷牙，准备早睡早起啊？我明天有个面试。哟，工作有着落了？对啊，我不能总让你养着我吧？你之前要说主动面向幸福，就这个意思吗？等我有结果了再告诉你。古静，古静，你快来啊！咱们去董晓那个案发现场。子成、博胜，继续查找出租车。这里应该就是案发现场。应该就是这儿，给了董潇致命一击。董晓被发现的时候，胃里有酒精和麻醉剂，现场有拖行和争斗的痕迹，致命伤确实是在后头。当时现场勘查的时候，发现地上有很多线印，董晓应该是在挣扎的时候被线绊倒了，才发生的意外。凶手应该是翻动过尸体，否则发现他的时候不可能是仰面朝上的。对，他应该当时就确认了董晓死了，
所以才跑了。然后留下了42码的鞋印。周恒的脚也是42码，所以现在鞋印是基本相符的。所以周恒的嫌疑性非常大。现在综合所有的情况来看，与谢耀池说的基本吻合。请。两位警官，昨天晚上其实还有一波司机，其中一个帮你们找到了，这边请。来，小张，有人找你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样吧，你们先慢慢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啊。行了，我都听公司说了，我就直接问了，您有什么线索吗？你们不就想找去年8月23号夜里在酒吧门口排队爬活的那些车吗？我都认识。太好了。你没事吧？能不能小心一点啊？你想跟董潇一样吗？这都是线。对不起啊。你看那儿，是不是少了一个？这里确实有被刻意破坏过的痕迹，可是记录里显示周恒身上没有伤。 8月23号是我的生日，去年我和哥儿几个一起去吃完夜宵之后呢，就去酒吧门口排队爬活了。所以我说，在那儿排队爬活的车我都认识。哎，那你们是几点去的？有多少辆车？大约11、12点吧，有10来辆车。你们就说吧，找我们干嘛？是有人丢了东西啊，还是想找熟人啊？不，当天晚上的行车记录仪还有吗？ 如果要是没删的话，应该还留着。现在不都自动上传吗？我们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晚上10点到12点的录像。其他人你还能联系上吗？当然可以。来了，全都找到了吗？14辆车，从晚上的10点23分到凌晨的0点07分，全部都有。这夜店门口拍的啊，跟电视剧一样完整，太棒了！哎，对了，这组织叫什么名来着？啊，叫夜班联盟，是一个专门开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自己组的群。他们还帮我们多找了2辆，比想象的顺利多了。哎，就是一下子素材太多了，要初步的整理一下。哎，你们电话里说那个血也找到了？对。 已经交给鉴定科去化验 DNA 了。今天啊，真是大有收获。你不会一夜没睡吧？我听一休说你从凌晨就开始去调查了。我没事，我已经搞了1点了，很快就能好。这样吧，我们去食堂把饭给你打回来。好，谢谢。放个包。谢谢啊。来，文静，啊，一块坐。来，怎么样？今天有没有收获？啊，今天特别走运，有重大的突破。我干嘛呀？走运？你破案是靠走运啊？那我还不能说实话了？那本来就是挺走运的嘛。 你这叫什么实话？子成呢？怎么又是剩下人一个人？谁落下他了？你看这饭不是给他打了吗？我们现在时间紧，任务重，都是排队吃饭。
哎，我说你能不能不事事都针对我？我又不姓窦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的工作你很冤是吗？哎，掌柜，我看你这最近好像也不太住办公室了吧？是不是跟这嫂子已经进入了这冰雪消融的春天了？嫂子人挺好的。啊？哎，范子长，你呀不饿。就跟你开玩笑，你至于这样吗？我们刚找到拍董巧的行车记录仪，看。他上了这辆车，和周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谢老师在说谎。可是，提供这个线索的这辆出租车在拍这段视频后就接火走开了。我们既不能确定董潇就是坐这辆车离开的，也不能确定董潇最后见到的就是这辆车上的人。谢老师还可以说他看到的是下车后董潇和周恒在发生争执。这哪有上了车又下车的？我觉得他肯定是直接拉着董巧就走了。子成，我们办案得讲证据。你太气人了。哎，这辆出租车要是再多待一会儿就好了。子成，往后倒一点。停，放大。这个车牌，你看，是他。一个是韩德生案的目击证人，另一个是董晓案的目击证人。这两个人的关系有点耐人寻味。谁呀？警察。你们要干嘛？你是齐宇对吧？嗯。这辆车是你的吗？之前的车，我现在换了。这个女孩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关门干嘛？我们还没问完呢。要不你出来，要不我们进去。车我早换了，人我也不认识。我回答完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们还没问完呢。你们这是要干嘛呀？警察就能打人了是不是？你吵什么吵？碰都没碰着你就说打你了？你不是说你不认识这个女孩吗？去年的8月23号晚上，她为什么会上了你的车？上我车的女孩多了，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记得？不能谁死了都跑来问我吧？我们有说过他已经死了吗？我看新闻了。你这不是记得很清楚？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他上了你的车之后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啊？老实说，去哪儿了？就是哪儿也没去啊。他上车后我们聊了几句，他就下去了。下去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就是下去了。怎么？不行吗？你怎么了，警察同志？问完了吗？你们？我可够配合的了。问完了赶紧走。把你的袖子撸起来，让我们检查。为什么？请配合。另一只。行了吗？看够了，我要去休息了。等等，
我还需要你配合下提供一下拖险标本。你们这是拿我当犯罪嫌疑人了是吧？你是董潇临死前最后接触的人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与董潇的死亡有关。忽悠谁呢？你们？谁说我是最后跟他们接触的？有证据吗？他那晚唱歌的那帮朋友，我可都认识的不少啊。凭什么说我有嫌疑？最有嫌疑的那个不都畏罪自杀了吗？蒙谁呢？你不要太嚣张了。我嚣张？没有证据，你们凭什么让我提供唾液样本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同意。我的兴趣呢，也已经被你们耗完了。再见。我们起开！没成。你回去再仔细想想吧，应该还有线索。这个齐宇和谢药师就是在玩互相做伪证的把戏，但是我们就是被他耍得团团转。他手上怎么会一点伤都没有呢？1年前他们的证词在前，又有很多佐证符合他们当时的证词。我们现在是有钥匙，却找不到锁孔。不过这一次见到齐宇本人呢，倒解开了我的2个疑惑点。第一，董晓的胃里为什么会有镇定剂？齐宇太瘦小。对，你想想看，你推门那一下能用多大力气？就把他推了一个跟头。董晓如果不是被他下了药，跟他全力拼起来，即便他是个男人也占不了上风。我倒觉得他对董晓图谋不轨是真的，但是他未必想害命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他明知道自己对抗不了董晓，提前准备药的人，怎么可能谋杀他呢？选择夜店这种繁华的街道，就不符合犯罪心理。他做的脱罪措施和他的犯罪意图不相匹配。第二点，我大概知道为什么现场的鞋印和周恒的鞋印相吻合。啊？怎么回事？齐宇平时应该大多数穿皮鞋，而且他没有贴底的习惯。而周恒因为经济状况的原因，他穿的鞋应该是橡胶底的，而且都被磨平了。我给你把更实用。2个人的呢鞋号是一样的，周恒的这双是橡胶鞋鞋底，几乎要被磨平了。这双呢是齐宇的，是高档的皮鞋鞋底，他们俩这个印记是基本相似的，所以说呢，现场的鞋印被鉴定为基本吻合。估计这一点齐宇自己应该也没有想到。毕竟我们当时想查的是周恒，所有的取证不都是针对周恒。齐宇这个人，我们从根儿上就没挖出来。我觉得你说的这些特别有道理，只要我们重新进行对比，一定能鉴定出来。所以说，也不是所有的佐证都会成为阻碍，只要我们反过来用，没准还会成为利器呢。现在呢，谢耀池的谎言因为有行车记录仪，所以已经不攻自破了。只要我们更多的挖掘，就会有更多的破绽。但是你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现这么多东西的？其实我也只是在现场记住了一点点细节而已，这些都是后来才想明白的。这哪是记住一点细节呀？你就是那个活体复印机啊！不，是那个活体全息4D 带喘气功能的。你现在是又有精神开玩笑了是吧？是不是？喂，干嘛？我在办案呢。我就是要跟你说你案子的事情。啊？还是第一次来你工作的地方。我就不信，你会对这种地方好奇。您是唐一修的哥哥？是的，我叫唐风。哦，幸会，我叫汪子辰。
您可是名人，但是没有想到您是唐一秀的家人。是吗？你们上次那个案子，他们还跑到我公司去了，倒是没看见你。哦，我那段时间有点事情。顾警官，好久不见。客气了，一休说今天你有线索要向我们提供。不是，你知道我们办什么案子吗？就说给我们提供线索。谢耀池，是不是你们现在正在办的案子？不是啊。是。你能提供谢耀池什么线索？你又不认识他。他是做科技投资的，我是做科技产业的，这么简单的逻辑，应该不需要向你解释吧，唐警官？说重点。谢耀池前几天晚上突然找我喝酒，我去了才知道，他不知道从谁那儿得知你是我弟弟。你有一个弟弟叫唐一修，对吧？跟他有关系？他在找我的麻烦。我今天的融资之夜，他带了几个人直接就闯进。你说呢？他的事儿，我不太方便开口吧。我没想让你开口去说什么。你看，你们俩是一家人，你了解了，你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吗？还拿着一件融资的事情过来要挟我，让我给你提个醒儿，别抓这么紧，不要再深究了。你看，你们新项目的融资，我现在一堆麻烦，你说我怎么帮你？谢总，这是在跟我谈条件了？那我得知道谢总这个麻烦到底有多大呀？然后呢？我就来找你们了。就这些？不是，你没问问他不让我们深究什么吗？为什么不能深究吗？他自己做了什么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当时应该存一个什么录音啊、录像或者什么书面证明什么的。当然没有，我去的时候又不知道他要跟我说这个，肯定不会准备那些东西了。不过我觉得谢耀池现在能够使出那么露骨的招数，说明他现在情况非常紧迫，你们给他的威胁很大呀。他要是没问题，我们能查他吗？这算提供什么线索呀？你哥也是好心，利益受到威胁还不为所动，主动配合办案，你干嘛这种态度啊？他不为所动，他能隔这么长时间来找我？不是你当时给我打一电话不就完了吗？我好心抽空过来看看你，还惹得你不高兴了是吧？有用也罢，没用也好，反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，知道这个情况，应该给我这个当警官的弟弟过来反映一下。可能确实是我小题大做了吧。不，这个其实对我们很重要。我们现在更想知道谢耀池是什么时候约您的。应该就是他融资之夜之后的那天，紧接着我就出差了，没来得及告诉一休。明明前一天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在场证据，第二天就拿这种办法来阻扰调查。这个谢耀池啊，所谓的目击口供，非常虚啊。哎，等等，你看这个路口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打个地图。哦，这个镜头拍到的就是谢耀池声称自己看到周恒和董晓的地方，但是
这就对上了。他当时说的景物都在，但是描述的距离上好像有偏差。他先说自己看到最近的是路灯，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目击者的视角。这说明他是事后才去实地考察的。然后背下了那里的每一个景物，把它都背了出来。我们成功了！啊，什么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老一惊一乍的？我再睡一会儿。谢总不在。不在这儿吗？谢总，你想见我呢？我说你是怎么工作的？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你都往里放啊？对不起，谢总。阿猫阿狗，关门出去。是。行了，既然来了，不用了。你说你跟我们回局。我作为一个受害人，我自认为已经非常配合你们警察的工作，但是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这样对我，合适吗？是这样，我们有一些新的情况，想要找你回局里调查一下。我有不在场的证据，这你们是知道的。那就回局里证明给我们看。我能不能把你们这种行为看成是刻意骚扰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谢某也不是什么好脾气，也不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的。我没有欺负你。好啊，唐风是你哥是吧？你回去问问他，他的新项目是不是不想做？首先，唐风的新项目与我无关。还有，你要知道，我哥哥可是一个不受人威胁的人。如果是的话，他就不叫唐风了。请你再说一遍，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周恒和董晓发生纠纷的？这里。那你是否能告诉我，为什么那天晚上你出现在那里？警察同志，我觉得这是我的私人问题，与案件也没有关系。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那好，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。当天晚上，你确认你看的就是这个男孩吗？是。别回答那么快，看清楚一点。我觉得有意思呢，我的时间很宝贵。既然你看得那么清楚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周恒那天晚上是哪个造型？你不是说你看得很清楚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我们也不想浪费你的时间啊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这么做有意思。你非要让我说的话，3个字，记不清。是看清楚了没记清楚，对吗？对，因为时间过得太久了，我当时只是走过、路过、看到，并且指认了嫌疑人。但是你们不要忘了，我不是这个案件的嫌疑人。你们这么拷问我，对吗？别再狡辩了。当晚你根本就没有看到他，因为你根本就看不到他。我看不到他，我怎么第一时间指认了这个陌生的男孩？我怎么在做笔录的时候，一群人的照片里把他揪出来？我有特异功能吗？因为之前就有人给你看过周恒的照片，并且告诉你怎么跟警察说才能栽赃他。有道理。证据呢？证据？证据？这就是你要证据。行车记录仪拍摄的时间就是你指认的时间，现在你看到的画面就是当时你所在的位置。可是我想问你，怎么没有你呢？对，我在哪儿呢？我特别好奇，你是在哪儿看到
酒吧门口周恒和董潇在纠缠呢。警察同志，我刚才说了，事情过得太久了，我记不清。我当时只是走过路过看到，对吧？我哪知道回头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？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在我站的地方做个记号。我有可能站在这儿，我站在这儿，行车记录仪没有把我拍，我也同样可以看到他们，是吧？是吗？站在这儿，那你就更加不可能看到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儿就是个视觉盲区，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董晓和周恒。对，这是视觉盲区，但是我说的是，我有可能站在这儿，对不对？不行，都是看到的。谢小池，齐宇和你的把戏已经被我们看清了。行了行，咱别聊了，我觉得咱们这么聊天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浪费时间。等律师，等律师去。张队，干什么呢？慌慌张张的，正愁着呢。交代了吗？找了律师僵持着，只肯承认作伪证，不肯承认涉嫌谋杀。就不能想办法举证突破他？只有一个人现在能指证谢小池，唐修和古今去了。那去哪儿啊？这么着急？度假？我去哪儿跟你没关系。我们已经对你申请了限制令，想要出境的话，恐怕不太可能。你们凭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你涉嫌一起刑事谋杀案和伪证包庇。据我们调查，去年8月23日下午5点，你去银行取了6万块钱，而这6万块钱正是周恒当时无法缴清的贷款余额。我跟周恒根本不认识，我哪知道他要什么钱？是吗？我们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你和朋友开了一家叫倪心的陶艺店，而去年暑假的时候，周恒和董晓正好在那儿打工，不是吗？临时工而已，算不上认识。你的推辞倒是真多啊，那我就直接点跟你说，谢小池现在在公安局，恐怕你已经知道了吧？他为了包庇你而说的那些谎话，现在已经败露了。还有，我们查到了你们俩有一起通话记录。是在去年8月25日的11点，那个时候他刚以目击证人的身份为你做完伪证，在这2分16秒的通话时间里，他应该也跟你说了你为他做伪证的情况吧？一通通话记录就能证明我们互相做伪证了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一通通话记录确实不足以证明你们做了伪证，但是作为嫌疑人的条件已经足够了。作为嫌疑人呢，你有义务要配合我们调查。现在我们将要对你的唾液进行提取比对。而且最近你的出行将受到限制。抓住他！找到了，董晓的手机。人赃并获，看你往哪跑！看看， DNA 的报告出来了，和西郊工厂的血迹是吻合的。手机里完整记录了你以借钱为由诱拐董潇上车的全过程。这回没什么说的了吧？不是我要杀他的，是他自己不小心。那天我开车去酒吧找他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想杀他。你们知道我追了他多久吗？我齐宇做备胎，而且是给那个穷小子做备胎，我怎么能忍？好不容易让我等来这次机会，我本来就想弄点药，生米煮成熟饭而已。真的，我没想杀他。钱你带来了吗？带了，上车吧。董潇喝了我加了镇定剂的饮料，我不敢回家，也不敢去酒店。突然想起偶然去过的那个西郊工厂，那里荒废了，也没有什么人，所以我就把他带去了。到那我跟他起了争执，他撞伤了我的鼻子，情急之下我失手推了他。我真的没想杀他。
难怪那个时候我们让你撸起袖子，你那么痛快就答应了。原来你是鼻子受伤。凶器呢？开车的时候越想越害怕，就顺手丢在外面了。那你拿董潇的手机，怎么就不害怕了？那是事后我在车上发现的，他落在我车上了。那你发现之后怎么不丢了呢？当时董潇被找到的新闻已经播出来了，那时我特别害怕，我以为我很快就会被别人发现了，浑浑噩噩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是怎么找到谢瑶池的？是他找的我。从头说。我从西郊出来，沿着高架开了一段，后来突然想到这样很容易会被监控拍到，所以我就拐下了高架，兜了个圈子，没想到就开到了望星桥。想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是觉得那一晚就跟噩梦一样，不停的有人在我眼前死去。所以你当晚看到了谢耀池把韩德生推下了桥，是吗？没有，我是听到那个人落在地上的声音，我才停的车。想想真是鬼使神差，我其实动过想要自首的念头的，真的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往桥上看，就不会这样了。你们应该给我宽大处理。你够了啊！给你宽大处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我也是受害者呀，我差点被谢耀池给杀了。谢耀池要杀你？当然。第二天我一天都没敢出门，也没敢接任何电话，直到夜里我才想起来，我应该去把车处理掉。你是？我就是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别杀我！我不会出卖你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小子，你废话太多了，懂吗？你先别杀我，我不会跟别人说起你，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恐怕是因为董家孙女的事情，啊，你也怕惹祸上身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该知道的都知道。既然你都知道的话，那你就更没有必要杀我了。我自己都不会跟别人说我昨晚在外面。不行，你必须跟别人说你昨天晚上在外边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的车经过桥底下的时候，桥上有探头，他会拍下你的车牌号，警察找到你，就是一个时间问题，懂吗？这个傻子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到时候你就说，那个人是自己跳下来的，懂吗？那我呢？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？你想得到什么好处？不，我不要好处。我本可以去哪避避风头，我干嘛要出来承认自己跟这辆车有关系呢？真不愧是齐朝歌的儿子，跟得当老子的一样的。你还认识我爸？这世界说大大说小小的。再说了，你们齐家那么爱出风头，想不认识多难。你到底是谁啊？小子，我不想再跟你那么多废话了，我只是告诉你一句，我也会替你做成，懂吗？替我做成？什么意思啊？不看新闻，董家孙女的事情已经有嫌疑犯人选了，
不是你。谢小池安排了和主导了你们相互作伪证的过程，对吗？是的。但我知道周恒不仅是嫌疑人，还当晚畏罪自杀的时候，我也很惊讶。畏罪自杀？不，是自杀。如果不是周恒当晚自杀，什么都没留下，偏巧他的脚印能跟你的匹配上，你们怎么可能瞒天过海呢？我也不好说啊。这1年里，我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，我生怕周恒醒来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再心存侥幸，也躲不过法律的制裁。你这样僵持下去，只会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。其余已经全部交代了，包括你如何安排整个作伪证的过程。谢小池，现在你承不承认谋杀韩德生了？哎，警察的套路啊，分开审问，然后告诉你他找炸我。你觉得呢？哎呀，谢小池终于被逮捕了。任凭他老奸巨猾，法律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还不是自首？案子都结了，怎么还在看呢？啊，我觉得周恒如果知道自己畏罪自杀的罪名被洗清了，应该也很欣慰吧。他案发前回到他以前打工的陶艺店，把东西一块块粘起来，估计也是想和董晓复合吧。可惜，一个为了帮助对方而牺牲了性命，一个为了别人不相信自己而选择了自杀。爱情对于这2个年轻人来说，太沉重了。但是你们是怎么从一个小鸭子身上找到陶艺店的呢？灵感，灵感，怎么了？这种陶艺店就那么几家，在网上随便搜搜就能找到了。哦，还是你经验多呀，一找就能找到。这跟经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这是善于观察生活。别听他瞎说，我们呢是通过齐宇的线索找到的，他也入了股。你靠他干嘛呀？灵感呢，兄弟。哎，不闹了，周恒的母亲还不知道周恒已经排除嫌疑了吧？对啊，我给他打个电话吧。不用了，一会儿我跟古静去一趟，正好把这些没有用的物证你拿回去。你过去的，这马上下班了，你过去干嘛？放心，顺路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
不用了，你回去吧。啊，快点啊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？我这刚判了，你是来看我笑话呀，还是来着急跟我离婚啊？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又不敢问，我只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你看着我，你说话呀！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杀了韩德生？我把他介绍给你，不是让你杀了他的。你不知道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吗？最好的朋友，你是当我傻呀，还是当我瞎呀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想好过吗？你说什么？行了，那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我不想追究，也不想提了。但是有一点我要问你，你把他介绍给我，就是要你们俩合着混，拿我当好耍，而且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。为什么？我们怎么耍你了？我把他介绍给你，完全是为了你的事业。行了，别假惺惺了。为了我的事业，我前脚开发布会，后脚就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大小专利所有权。我开了个什么发布会？我开了一个自己身子以最大的发布会。为了我的事业，我看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是为了合计我打垮我的事业。你竟然会这么想？那你要我怎么想？我就不明白了。你成天说这个王八蛋这好那好那好这好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呢？你要是跟他走，不就哪有后面这些事儿呢？我跟他只是朋友，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介绍你们认识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再听这些了。你也知道我的时间，我现在时间倒是挺多的，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一句，要不是看在儿子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把你撵。你记住了，离婚的事儿你想都别想，而且也别想把我的儿子带到其他任何地方，知道？我今天来这儿见你这面以前，我对我们夫妻间的未来还是抱有幻想的。但是，我听到你这段自私、阴暗、卑鄙的想法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办法原谅你。等等，走好啊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一切的悲剧其实都源自于谢瑶池的疑心病。先是怀疑韩德生和自己的妻子有染，然后怀疑韩德生设局想要害死自己。结果呢，他害死了韩德生，又因为脱罪牵连了无辜的周恒。也不知道周恒还能不能醒过来。你怎么那么悲观呢？你不是都醒过来了吗？说到这儿啊，我觉得你还得感谢我。感谢你？感谢什么？感谢我亲。没什么没什么。真的是挺遗憾的。遗憾什么？要是没有这场悲剧的话，这两个人这么相爱，现在应该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才对，就像这个城市里的任何一对眷侣。
是，如果遇到喜欢的那个人，就不应该一个人。怎么了？我喜欢你。胡江，我喜欢你。起初呢，我认为是好奇，后来我觉得是同情，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那些都不是真的。我会因为你而伤心，因为你而难过，因为你的一个眼神就患得患失。唐一修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我，帮你找回3年前的记忆，对你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不会逼你给答案的，我会静静地守在你身边。3年前的事情，我必须得跟你坦白。我唯一能记得的是，一个男人浑身是血的倒在我身边。有这样过去的人，是没有资格谈感情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你可能不会想起那么多不愉快的事儿吧。有的时候，我很后悔帮你找齐，因为这就等于逼你面对你未知的经历。就算有些事情我可以忘记，可是那些事情依然真实存在着。如果解不开这些枷锁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毫无负担地面对未来。所以唐一修，以后我不会再找你帮忙了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办法让一个无辜的人陪我负担过去。这样，2个人一起面对，总比一个人好一些，不是吗？我帮你找回忆，帮你记起那个难忘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无论如何出现了什么结果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这对你来说，对我而言，你只有想起一切，才能给我答案。对你而言，你只有想起一切，才能勇敢地往前走，不是吗？谢谢你为我做的所有事情。不管未来怎样，我都希望能和你是最好的搭档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快走吧，周恒的妈妈还等着我们带去好消息呢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面包机也太不靠谱了，不是说好2分钟就弹出来吗？怎么又搅了？看来我不是在做梦。不过你要吃我给你做嘛，你就不用自己做这样了。不用了，我要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？我要上班。上班？我找着工作啦！哎呦，厉害啊！在，走来。哎呀，你这回来我太高兴了。
来，大家都过来。我们一起欢迎一下子承归队。以后还要请大家多多关照。我跟你说啊，关照归关照，一码归一码。你之前突然辞职吓着我，想想是不是得补偿我们呀？怎么补偿？请我吃饭呗。那怎么是子承请吃饭呢？之前你犯错误了也没检讨，是吧？之后害得子承受伤了，应该这饭你请啊。队长，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？我这怎么叫胳膊肘往外拐啊？咱们重案队哪个不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都是肉。还有啊，你知道一只公鹿在路上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让它后来变成什么了吗？什么呀？它变成了高速公路。这是个笑话。好笑吧？你说什么人能想到这么无聊的笑话？其实这个也挺好想的呀，也就你平时生活太忙了，就太严肃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平时还真需要这些笑话来开拓一些思路。我们 VY 也正需要高速公路。说，唐总，您的客人已经到了。让他去会议室等我。好的。那我也不打扰了。好，我安排了你未来部门的直属领导老金，带你去熟悉下公司和业务。中午我请你吃饭。哎，不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也就是个普通的新来的员工。你不光是古静和一休的朋友，还是我们 VY 急需的科技人才，请你吃顿饭合情合理。那好吧。想吃什么告诉我秘书，都会安排好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中午见。我觉得张队说的对，我们呀应该请子承吃饭。你怎么这么容易被人洗脑啊？你怎么这么抠啊？既然古静也是这个意思啊，那咱就多找点人啊。咱们队之外呢，其他部门的同事啊，能叫也都叫上。对，谁愿意欢迎谁就去请。好，大家听好了啊！一休说今天中午请大家吃饭，而且爱吃啥点啥。鼓掌，谢谢了，谢谢一休哥，谢谢一休哥。以后不要到公司来找我，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是。这么着急，什么事儿？这是在唐一修车上最新鉴定到的。发现什么了？唐一修似乎爱上了这个女孩。这早就不算是什么新闻了。唐一修是我弟弟，他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别跟我说这次来找我就这么一件事儿啊！唐一修跟古静都是警察，他们工作的地方我进不去。古静家里又一直有人在，很难下手。以后的事儿我自有安排。走的时候从楼梯下去，别让别人看到你了。哎，我看了，夏明子，是我哎，我叫夏明子，看到吗？没看到啊？我再来一次。又开了。小姐，您别玩了。我没玩啊，我在这儿上班呢。这是我的门禁卡 ，VY 的。小姐，我知道您在这儿上班了，您可以去办公室了。可是我这一天除了熟悉公司流程，没别的事儿。那你也不能在这儿让它一直费电吧？这个会费电吗？我记得这种门禁是通电的时候锁门，刷卡的时候自动断电解锁的。我在帮你们省电呢。
那个门不是锁着的吗？怎么出来一个人啊？会不会是小偷啊？您别再折磨我了，行吗？不是，刚真出来一个人。